欢迎光临。Hello， 这边是哪里？这是我们在深圳的新家，好，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深圳住的房子。然后，所以这边是它是一个2室1厅的房子。那你一进来呢，它就是它的主客厅。主客厅看上去有一点点小。我们刚来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沙发，然后有一个茶几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电视桌。然后这个沙发之前不是这样子的，它现在看上去是不是很高级？对，那是因为我买了一个套子，直接就套在这个沙发上，很好。这个套子它原本是什么颜色？它原本就是有点看上去脏脏的，有很多螨虫啊，有很多那个蟑螂在下面，然后我就看不惯，所以我就用这个套子把它套起来。在某多多上面买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右边呢有一个鞋柜。好，有一个鞋柜，这个鞋柜是他附送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附送的。然后旁边的这一个小架子是我们自己配的，对，就是可以放一些543的一些东西。昨天我自己组装的，对。还有这个很可爱的从台湾带过来的小叮当。然后呢，客厅这边呢有一个冰箱是配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小冰箱。这边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买的，也是某多多上面就可以买到。然后，像这些碗啊、茶几啊、杯子啊，还有这些都是某多多买的。对。还有这些收纳的盒子也都是多多买的。然后这个是我妈妈他们从昆明寄过来的。这个和这个都是妈妈从昆明寄过来的，一个电饭锅，然后一个是做饭的，一个类似一个炒菜的吧。昨天我们有试做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不错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，你看小小的厨房，这小小的厨房呢，表妹跟我妈绝对施展过。看多小。对，反正你就是摆锅在这，几乎你就没办法再做菜了。但是没办法，它就是这么小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洗手间。小小的一间，然后它，马桶跟这个洗澡的在一起，它干湿不分离，所以也没有办法磕太多。然后像这些架子啊，还有就是这些垃圾桶啊，都是我们自己在某多多上面自己来买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冰箱在下面，这边哪里有冰箱？不是冰箱，洗衣机。对，洗衣机，对，小小的洗衣机。然后买了一个小垫子，就是你洗完澡，因为它干湿不分离嘛，你洗完澡出来之后，脚踩在上面就会比较没有水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主卧室，这个是主卧室。主卧室很好，我跟你们讲，它这个有一个小小的书桌，有一点点小，但是还可以勉强使用。然后有一个衣柜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它的视线是开拓的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旁边那栋楼比我们要矮很多。然后我们这个楼层呢，其实是非常的采光啊，各方面都非常的好。对，然后它那个窗户呢也是有纱窗嘛。对，我看了很多房子，其实都没有纱窗。然后这个是唯一有纱窗的，然后夏天你就不会特别的闷热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卧室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卧室。我们这个是2房1厅嘛。对，这个另外这个卧室呢，就是比如说家里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爸妈还有你妈。来的时候还有表妹来的时候可以住，然后床上这个非常富丽堂皇的高级，今天才收到这些床上用品4件套，这个是我妈妈给我们买的，长丝的，就是非常的高级，从昆明寄过来的。对，包括主卧室那一套4件套也都是我爸妈给我们的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也是有一个衣柜啊，然后它是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空调，因为深圳这边夏天会很热。对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房间啦。我们呢其实是在上海隔离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在昆明待了差不多10天左右。对，然后我们当时就买好了来深圳的机票。那因为我其实在温哥华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公司联系我，然后呢
工作的事情就已经敲定，所以其实我们的目标就已经是定在深圳了。所以在上海，在昆明待了10天之后，陪父母陪了10多天，然后见了一些朋友之后，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就赶来深圳了。那我们租的这个房子呢是2室1厅，位置呢在深圳的宝安区，其实好像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区啦。当然我们对深圳不是很熟悉，所以讲的有些信息可能也不对，但至少我们自己的感觉是还挺方便的一个区的。然后这个房租是多少钱？3980块，对，2房1厅3980块。那它包了网络跟还有什么管理费，对，还有网络管理费，对，然后没包的就是水电嘛，这边的水电是比较贵一点点，但是没办法，那你还是得用水跟电。那我们这个房子呢，因为我们当时人在昆明，所以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找房子，所以我们当时是在网上就是那些网上的那些叫什么租房的 APP，然后去搜了之后就认识了一些专门做这种租房的这种中介，然后呢是有一个中介带着我们去看房，然后呢来租下的这个房子。我们那天看了几个房，好像5个房，我们一共看了5个房，然后最后定在这一间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深圳租房的一些小心得吧，因为我们也算新人嘛，在深圳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了解，我觉得也不算踩坑吧，但是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得，当然讲的也不一定是全对的。比如说深圳的话，就是他租房一般来说要看你是租小区房还是要租那个城中村嘛，对不对？那像我们租的这一块就是城中村的。什么叫城中村？城中村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相对就是比较房子比较老，也不叫老旧，就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的一些地区，不是那种比较规划很好的那种小区。那深圳的话有好多城中村，然后呢，据那个租房的人介绍说，就是因为有深圳的城中村，所以才养活了深圳这么多的来打工的这些青年。因为城中村的房子呢，相对是比较便宜的。那其实我在国内呢，听到城中村那个概念呢，其实脑子里面想到的，一般来说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景象嘛，就比如说比较脏啊，比较乱啊。可是我们住的这个村子，说实话，其实还挺不错的，挺不错。它有一个主干道，我们的房子刚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，其实走进那个村子，其实你感觉不到有跟外面的大马路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差别啊。然后最关键的是，村子里的生活真的极其方便，对，然后绝对不会饿死，对，楼下就是有好多吃的，对，然后呢，在家附近也有一些超市啊，然后生活就特别的方便。那住在城中村呢，当然就是说，像这个房子，你看虽然说2室1厅，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的。对，其实如果是2个人住是 OK，但是如果是真的有客人的话，其实还是略显拥挤。尤其是如果你要自己开火做饭的话，对，还挺不方便的。我们昨天第一次晚上开火做饭，对，困难重重。对，不管怎么样就慢慢克服。那住在城中村的好处当然就不用说了，就是它的房租会很便宜，比较便宜。然后我们在租房的时候有注意到说，如果你是联系的中介呀，中介他会给你发那个房子的视频嘛，对，然后那个视频呢，其实都是经过他们美颜的，对，像人拍照他需要那个PS 一样，房子的视频也是需要美颜的，还有开那个广角镜头，让你感觉那个房子特别的大。可是其实你到实际的时候呢，你看到那个房子可能根本不像在视频里面长的那样。所以的话，当时我跟威力还有一个小小的分歧，就是我当时是说，我们先在昆明就把房子给定了，就租下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一落地深圳之后，就可以马上搬进来住。那威力的意思是说，不行，就租房这个事情一定要去现场看你才知道。然后我的观点是认为说，那看视频看照片不就也可以知道吗？根本就没有必要。那最后呢，我还是听他说的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落地深圳之后是住了1晚上的酒店，然后第2天呢是约了中介去亲自看房子。那最后的结论呢，就是想和大家分享，真的是一定要亲自去看房。没错，就是不管那个你看到的图片有多么的美好，那都是人家经过加工和特别的摆设之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。对，实际跟那个图片跟视频真的会差距非常的大。像我们当时看那个视频的时候，就特别喜欢有一个地方，对，又便宜，然后呢看上去又大又好。结果去到现场之后，发现墙角是坏的，漏水，然后呢怎么着？可小了，老小了，又脏，所以呢就特别的不好。所以租房这个事情还是一定要就是那啥，亲自去看。而且啊，你看的时候，你不只要看这个房间里面，你还要看它大楼啊、周围附近啊，
不要住在那个什么垃圾场附近啊，因为那个味道会很臭，然后会有一些蟑螂、老鼠之类的。不要住1楼，因为1楼的话会有很多小昆虫跑进去，然后也不要住顶楼，因为深圳夏天很热，会热死。对，因为那个就是你看那个图片，你看不到周边的情况，你看不到就是你房子的周围的一个环境，所以的话你会相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像很多房子啊，它可能里面特别的好，但是外面就很糟糕，或者是说房子跟房子的距离特别的近，然后你就是采光特别的不好，这些都是你要亲自去到现场看你才知道的。对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可能这1年的时间就暂时就蜗居在深圳的这个小房子里面，但是我觉得也还好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心里的落差特别大，尤其是刚搬进来的第1天的时候，就总是朝三暮四的，总想着说啊，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可以去租更好的房子什么的。但是其实想想。房子的话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后面怎么去布置它。就是经过这几天在某多多上面买了很多东西，把它就是逐渐的充实起来之后，其实发现其实也还是挺温馨的，像一个小家，对不对？算是一个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，就是逐渐有慢慢的喜欢上这个地方，尤其是周围的那个生活是真的很方便，像从我们住的地方到附近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场叫大千里，大概走路可能就10分钟就到了。对，然后那边就是应有尽有。然后在走过去的这一段路途中呢，一路上都是餐馆和各种吃的喝的，然后超市什么的，所以就特别特别的方便。然后我们离地铁呢也不是特别的远，然后如果你不想走路呢，你也可以下来就骑动感单车，骑那个共享单车，然后骑到地铁口。然后我去工作呢是在另外一个区，但是我家门口就有公交车也可以坐，所以总体来说就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地方，很方便。对，所以说当然我们会在看，就是我们来了以后，对深圳有更多的了解，对深圳的租房呀各方面生活有更多的了解之后，1年之后也许会换到小区房，也有可能，也许就继续留在这里，也都有可能。反正我们的生活就是将来是什么样的话，就一起去共同去创造。对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